一日登山之旅，這次來到武陵四秀中最可愛的桃山。從特定角度望去，山形圓潤，像顆桃子。桃子的日文是 Momo， 所以我就擅自幫它取了個昵稱 Momo 醬。桃山儘管路線單純，沒有危險地形，適合規劃一日來回的登山行程，但實際走起來高度落差大。萬里無雲的天氣，加上毫無遮蔽的天堂路，也是很考驗意志力的啊。前一天搭公車抵達武陵農場，在露營區睡一晚。這次不搭帳篷，改住高級一點的小木屋。現在要來打包明天的東西。這是我的背包，其實這是一般的背包，然後我有自己幫它裝上掛水壺的，跟一個放點心的袋子，雨衣跟雨褲。雨衣明天應該會穿，先放外面，怕濕的東西都要放這裡。雨褲丟進來，然後明天的帽子，然後防曬的面罩、手套，然後這個入束帶。雨傘，明天的午餐。這一次，因為上次帶的東西上次去雪山帶太多沒有用的東西，所以這次要輕量化。這次我的午餐是那個有點像那種泡麵的泡飯湯包，它本來有一個盒子，但為了輕量化，我先把它拆掉。就這樣，這是我的午餐。然後其他的，這是我的點心，點心就放點心袋裡面。點心袋，點心袋，這個點心袋就是我自己掛的。點心，然後這個是日本的點心。平常捨不得吃，現在可以吃了。剛剛好放得下。又會帶一個小小的保溫杯放熱水。隨身小包，沒有防曬。然後這個太陽眼鏡，還有一個垃圾袋。然後這裡是護唇膏。這個鹽巴，如果迷路的話可以吃。擦汗的小毛巾。对，明天桃山是一個很辛苦、很熱的地方，所以要帶電風扇。這個已經充飽電了。然後半夜出發還要帶頭燈，凌晨出發還要帶頭燈。還有水，我帶一個700ml的水，給它明天會裝滿，但這樣子可能不夠，所以我又再買了一罐 Fin， 明天可以一起喝。這次桃山本來是以為我要一個人走，一個人走的話可以帶這個防狼噴霧放在隨身小包裡面。這個很厲害哦，裡面很嗆，所以要用這個袋子先包好，然後它裡面有一個卡榫，防按的卡榫，這個很厲害。如果有壞人靠近你的話，你就可以噴它，但可能要注意一下風向，不然就變成自爆了。最後還有一些雜物沒有入境，像是行動電源、面紙、身份證件，還有放在韋澤背包裡的急救藥包。以上打包完成，準備睡覺咯。清晨5點半，
我們坐上機車前往武陵山莊。坐落在武陵山莊後方，被陽光曬得亮亮的小山頭，就是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桃山。選擇登山口，這樣就成功了，對不對？自從8月自己走了一趟雪山之後，就有一種感覺，在路線安全的前提之下，有時一個人走也有不同的收穫。做了點功課，規劃了一日桃山的行程。不過就在出發前1個禮拜，偉哲突然說他有空檔可以陪我，還提議可以規劃不一樣的路線。因此，我本來上桃山後原路折返的行程，更改成一樣從桃山登山口上，但下山時往山茶營地方向走，最後從持有山登山口出來，繞一個小小的 O 型。下山後還有一個隱藏版景點，進入秋季就是高山螢火蟲的季節了。偉哲說這條桃山瀑布步道，天黑後就會有很多螢火蟲，但他是在10年前看到的，今晚還能順利欣賞嗎？我想是個很大的問號。進入登山口後，是一小段下切。清晨聽着溪水聲走路，真的很舒服。過了木橋和瀑布，接下來就是直達山頂的上坡了。桃山之路就是不囉嗦的直接上坡，短短4.5公里的路程，卻要爬升大約1400公尺，比雪山還陡。但現在我遇到比陡坡更強勁的敵人，就是邪惡的淚螢。有一個小淚螢，好煩哦。淚螢會被有鹽分的眼睛分泌物吸引，瘋狂衝到我的眼睛裡面，真的很煩人。Time these feelings make me fear I'll lose it. 吃我的點心，來吃這個麗香送的沖繩紅玉餅乾。好好吃，有點像蝴蝶餅。過來，哦，跟起來吃，很好吃哎。你那邊超多淚，超深，我覺得它會凸起你眼睛裡面，小心點。好吃哦。Has never come to this, and I can't barely see. No, I'm losing faith in me. My lust for love has screamed. I'm lost within.好漂亮！ 今天是萬里無雲的好天氣，看山看風景是最適合不過了。
369度假村。桃山之路的後半段，就是我苦難的開始。維持一樣的陡上，卻沒有樹林遮蔽，加上接近中午的高溫，每走一步都很煎熬。若是1年前的我，應該就直接臭臉生氣。但現在我知道，生氣只會越耗體力。呼吸，忍耐，堅持下去啊！終於，山頂就在前方了。從這個角度看去，真的很像一顆桃子。是一顆熱乎乎的炙燒桃子。最後的1里路，咬着牙也要拼命走上去啊！你叫海軍陸戰隊。歷經了整整6個小時，終於抵達了桃山山頂。我們在晴空之下，雲海之上，這是360度的桃山大展望。不過真的太曬了。拍完照片，我們就到旁邊的山屋休息躲太陽。接下來下山往山羌營地的方向，會先走一段下坡，抵達鞍部之後，再接着一段有點陡的上坡。全程都有樹林遮蔽，比起來真的是涼爽多了。来吃飯了，像這個是菠菜蛋花。泡好飯準備要吃的時候，才發現沒帶到筷子，亂翻一通還是找不到。正當我苦惱的時候，旁邊就有一隻哆啦 A 夢默默變出一雙筷子。我忘記帶筷子了，然後我們現場製作了這個建築筷子。好像要細的在這邊哦，可以耶，很讚耶！哦，好香哦，這胡椒粉超香耶。但飯沒有泡軟，可能真的要一個盒子或東西來泡，或者是水不夠熱。對，水不夠，還要163分鐘。就假如我們在吃意大利料理，米心沒有軟的那種。那再怎樣，應該比你在上次黑森林吃的好吃吧？這個是黑森林吃的，我有點忘了。就那恐怖的味噌湯吧。什麼恐怖的？沒水準。我們在最低點的鞍部休息完之後，就是一連串的上坡。有些地形甚至需要手腳並用。像這種需要攀爬的地形就有好幾處，不過岩石都很堅固好抓，還有善心人士架好繩索。像這樣子的地形，我覺得往上爬很容易找到每一步要踩的點，跟往下這樣比起來，心理負擔要小得多。走着走着，不經意的回頭望去，我們已經下降到雲海之下，剛剛好不容易才爬上去的桃山山頂，
已經變得如此渺小。穿過這段建築小路，就會抵達山茶營地了。回想起今年5月平田持有的行程，半年後以不同的形式回來這個路口，不禁覺得時間也是過得很快。到了。花了些時間下到持有山登山口，出來的時候正好天黑。說好的螢火蟲呢？當然是看到嘍，只是沒帶到腳架拍不出來，就放上偉哲10年前拍的老照片吧。欣賞着夜空中漂浮的綠色小光芒，我們在銀白色的月光之下慢慢走回停車場。